为什么哥都里这个共和国会突然冒出来说他要独立呢？我觉得跟妙瓦底这个地方被这个诈骗集团被剿灭有关。大家都知道妙瓦底这个诈骗集团一定是在这个缅甸的军政府，也就是敏昂莱他们的默许之下，在这边运作，你才有可能那么嚣张嘛。那你说他们没有奉献好处给敏昂莱这个军政府吗？我是不相信的。哥都里共和国现在突然间冒出头，他是谁呢？他其实是在泰国跟缅甸边境突然间冒出他自己称要独立的一个新国家。那在这个此刻，我们也来看到的是中国大陆的军警则是高压掌控整个电诈的核心，能够成功控制住吗？这个新政权又能够撑多久？其实呢，中国大陆或许会决定他的生死。今天我们要来特别关注到的就是缅甸的反政府军，本来是克伦民族联盟的这个已故领袖的儿子哦，他叫做奈尔达妙。1月5号这天，他就宣布了说，他要正式的脱离缅甸，成立刚刚我们特别提到的这个地方哥都里共和国。那他也说呢，他是这边的一个首任总统，他其实是原来的缅甸反政府军的这个儿子哦。那么我们来看到的是，这个共和国他现在要独立哦。有一个说法是说，他在未来的缅甸战后，他就可以强化自身在战后的权力重组跟政治的筹码，他可以掌握在手上。但是呢，现在也关键是在说，这个政府军到底会不会让出？这个我们要持续的做观察。那厉将军又怎么看？真的这个共和国能够成功独立吗？还是会迅速的被缅甸军政府给歼灭掉？泰国呢？旁边的泰国又会如何看？缅甸这个国家啊，你可以说它是国中有邦，邦中有派，是一种性质的一个国家。所以它对于各邦来讲，它不见得都能够都服气它，都能够有效的管理。甚至有些邦来讲，等于是已经是半独立的状态。但这些邦里面又各自有各自的民族武装组织。我们光讲这个哥都里共和国，它是属于克伦邦的这个位置。那克伦邦里面自己本身就有很多的民族武装组织包括我们讲索奇都包括讲的是这个哥都里另外还有一些像佛教组织的派系，它也各自有各自武装有时候这合中有分，分中有合，互相也是派系互相的攻打，或者是互相的整合所以这个哥都里它这个是不可能真的能够宣布成一个正式的一个国家，因为你要正式成一个国家有4个基本条件。第一个，你要有永久的人口，但你现在人口并不统一你只是克伦邦里面的一个组织，一个民间组织而已，并没有哪些人是你确实的国民是没有固定的人口。第二个来讲的话，你的领土也没有界定你领土，你不要说你们克伦邦跟这个缅甸军政府有没有分，你自己克伦邦里面各个这种民族武装组织，你就没办法去划分界土。另外来讲的话，你这个政府就靠你们这几个人，我觉得并不形成一个政府。一个政府包括内政、外交这个财政等等相关的，你也都没有。最后来讲，没有一个国家会承认你一个国家，你最起码要获得国际上面有关的友邦承认嘛那没有一个国家会承认。所以这个只是它一个政治上一个口号，只是在一个过程中一个连一个也成不了气候。那我这边说明一下，为什么哥都里这个共和国会突然冒出来说他要独立呢？我觉得跟妙瓦底这个地方被这个诈骗集团被剿灭有关大家都知道妙瓦底这个诈骗集团一定是在这个缅甸的军政府，也就是敏昂莱他们的默许之下，在这边运作，你才有可能那么嚣张嘛。那你说他们没有奉献好处给敏昂莱这个军政府吗？我是不相信的。那不然的话，敏昂莱为什么会包庇他？敏昂莱为什么会任命这个地方的头头叫索奇都，而且给他担任一个边防军司令？他并不是真的军人只是因为他是这个地方一个这种他的武装组织，那你就以政府的官衔给他任命他当地方这个所谓边防司令。所以很明显的，敏昂莱跟这个妙瓦底的诈骗组织一定彼此有互相勾连。那现在好了，当中国来讲要开始打诈的时候，那第一个当然这个动到的就是敏昂莱的既得利益嘛，因为你敏昂莱你不得不这个做一些动作，
让中国能够服气，不然中国绝对不服啊！你诈骗都是我中国人民了，所以米昂莱也对妙瓦底地区的很多的所谓诈骗集团不管是做样子还是真的，他也炸了好几栋的建筑物也对这个地方实施剿灭。那在这种状况之下，这些地方的头当然就不服气啊！我本来我还奉献交钱给你的，你现在居然回过头来打我，在这种状况下，那我就宣布独立。我觉得这种可能性，因为这个原因宣布可能性的这个可能性居高了但是我们看这个奈尔达庙，它是不是就能够建国？你要知道，你光你自己邦里面你都摆不平，你后面还有一些头呢，你光克伦邦里面还有一些头，你都摆不平，你怎么可能在那边说自己就成立一个共和国？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从头到尾只是凸显出来缅甸军政府它在它的统治权这个崩溃之前各地方的民间武装组织，他们这个各自这个表达他们自己权利的一个机会那利用机会，我宣布共和国成立，那以借此在往后能够获得更多的这种独立，或者是自治，或者是扩充它军备的一个方式而已但是事实上是不可能是真的有成立一个共和国的。好，所以我们看到，就在此刻，可以说是缅甸自己内部派系的各种武装组织，许多的武装组织就崛起。但是重点是我们也来观察一下，他宣布在这边成立国家，刚刚说嘛，很困难，真的要成立一个国家。但是呢，重点是他还刚好卡在泰缅这个最乱、最黑、最敏感的地带，因为他其实要成立新国家的地方是在电诈产业的一个核心地带，包括了说，妙瓦底在这里 ，KK 园区也在这里，还有太仓园区也在这里。这里过去除了有很多的地方军阀之外，那中国大陆过去也曾经会同当地的缅甸跟泰国政府一起来打妙瓦底这边，清除了 KK 园区等等。接下来中国会怎么样处理在诈骗园区这边的事情？跟这个泰国跟缅甸一起合作还可以成型嘛？那北京会怎么看这个新政权？委员又怎么看？对，之所以会在这里宣布成立所谓的哥都里共和国，就是因为看准了这是一个三不管地带嘛，他就看准了这个地方非常的乱反正呢，我先成立一个共和国，那么不管哪一方的势力要来处理，恐怕短时间之内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是成立一个共和国有这么容易吗？如果照这么容易，我们今天这个整个摄影棚的人，我们就可以宣布成立一个共和国了。就是成立一个共和国的前提是你要有人承认你没有人承认你，承认一个共和国有什么用？没有人承认你的时候，你就算自己自称是一个共和国的总统，也没有人理你所以我觉得这一次的这个哥都里共和国，只能够很直白的说一句就是山贼土匪占地为王，然后自己称王的那种感觉，就自己当总统当得爽。但是我也不认为国际社会有任何一个国家会去支持他。那你更不要提到说他过去跟电诈集团可能有千丝万缕的关系，在任何的角度，在国际政治的角度、国际法的角度、在道德的角度上，都不可能有任何一个国家政府会承认这个共和国的。所以这个共和国最后就是一个笑话了。那你说？这是不是代表中国大陆就很难再联合缅甸政府去打诈了？我觉得不会因为一个不被承认的哥都里共和国，说穿了就继续就是克伦民主这个联盟就一样的名字，只是换个招牌、换面旗帜，人马都是一样的，地盘也在那里所以只要中国大陆跟缅甸政府谈好了，或者他施的压力够大，那么缅甸的政府军必须要交出一些成绩单。那么当然，接下来的各式各样的清剿行动仍然会全面的展开的，因为毕竟现在诈骗的行为实在太过于严重了就是我们现在看到台湾有多严重，其实中国大陆就有多严重。那你说对中国大陆来说，他如果没有办法把这个毒瘤拔掉那么会造成他自己国内更多的问题存在的。所以我觉得毕竟台湾这个中国大陆不是台湾，台湾现在只能够这个隔海骂两句，我们也不能够派兵，我们也没有任何的国际影响力。但是中国大陆它对东南亚是有一定的影响力的，更何况它对缅甸军政府还有一定的交情跟管道在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我认为这个所谓的成立共和国是无法阻止中国大陆打诈决心落实的可能的啦。这只是喊一喊自己喊得爽而已了。好，同样的问题，将军又怎么看？我认为这个只是一个游击队的地方势力，对，它没有办法构成一个国家的条件。怎么全世界人类有史以来没有一个国家是靠打诈建国的？你得靠实力建国，哪有靠打诈建国？这个奈尔达庙，他是继承他爸爸的这些势力，然后现在成立一个在就是这个礼拜1月5号要成立的
克伦民主联盟的，然后就变成了这一个哥都里共和国。那在那个地方，只是一个割地为王、占地为王的一个山寨而已。它总共的这些游击队，通通加起来7000人，你能够跟缅甸的政府军能够相抗衡？不可能，因为它唯一的条件就是说，它在缅甸的东北方，它过去东边就是泰国，它可以这个缅甸政府如果对它突击、对它轰炸或什么，它可以向泰国这边撤退，那泰国会有警戒啊。那第二个，因为缅甸内战从2次大战完毕之后，缅甸建国都没有停过，16股地方势力啊，他为什么要宣布他的那个哥都里共和国？因为前面还有很多的党呢，他在后面。缅甸政府军你要从仰光出发，你要一路往北打，先打其他的这游击队，他躲在后面，他认为他相对的安全。但是我们知道啊，兵法上有说啊，要广积粮，高筑墙，缓称王。他广积粮也没有，高筑墙也没有，就先称王。这个就是个军事上的战略的败笔。你以为靠7000人枪就够了？7000人枪是不够的，没办法跟缅甸还有空军呢。他认为他又可以用 AI 有机器人有这无人机，那只是一个地方的这个军事武力而已，没有办法形成气候。我认为他是一个自嗨，然后感觉到他是个国家，是个首领，是个他已经自封总统了。他的这个奈尔达妙说他是哥都里共和国的总统，他已经宣布是总统哦。对。那但我认为只是自嗨而已，这个并没有办法能够承认一个实质的国家。全世界没有靠打仗可以建立国家的，不可能。你的疆域、你的政府呢？你的教育制度呢？通通没有啊！你怎么走？所以我认为只是一个自嗨而已。好，接下来我们持续关心在这个东南亚国家泰检的这个战火，其实零星的战火仍然在持续当中。不过这一回中国大陆持续的在这当中做调停，是为了要铲除电诈吗？这是第一个。接下来也会来关心到的是，还联手了泰缅指导妙瓦底，夷平了494栋的建筑诈骗末日终于到来了吗？今天就这些议题来做关心。好，赶快来看到这个泰检，其实呢，零星的战火到现在还是持续的发生当中。最荒谬的是，还被拍到说有柬埔寨士兵呢，在前线竟然还一边直播卖货，卖他的防晒油。那金边当局已经宣布了，这个泰检双方啊，在边境检查站已经展开为期4天的会谈，主要就是因为有中国大陆在这当中做一个斡旋。不过呢，现在看起来战火好像慢慢的要趋缓之际，竟然是有一个爆炸性的消息。我们赶快来看到，一般来说参与诈骗的可能都是一些比较穷啊或者是弱势的人会参与在这个当中，但是我们来看到这一次的成员不一样了，他竟然是南韩企业千金黄河娜，现在被爆出来是在柬埔寨的机场被逮捕了，原因是因为他在电诈园区里面竟然涉及到里面的电诈园区的操作，还有他当作是性交易的一个中介人物，所以可以看起来说这好像不是一个简单的一个边境冲突而已。我们现在来看到柬埔寨的诈骗的整体规模越来越庞大了，到现在有53个电诈园区啊，它的范围从我们一开始聊的这个泰柬边境，一直到金边、西哈努克、泰越边境，一直到泰辽边境，全部都持续的扩大当中。怎么回事？现在是连这个南韩的财阀千金也涉及在这当中，黑色利益到底有多庞大？像这个怎么看？所以我们讲这新闻冒出来，这个黄河娜。那么，如果在熟悉韩流的这个影视新闻的人，其实都对他是蛮熟悉的哦，因为他就是我们想象中的，他不是明星，但他就是经常和娱乐圈在一起的那种富豪名媛，富豪加豪门的名媛哈，他长得也是有点漂亮，然后年轻嘛哈，他当时因为主要传说跟韩国当中的当时的一个很红的明星叫朴有天，很帅的一个帅哥了哈，他们又论及婚嫁，所以一个帅的要命的而且很红当红的男明星，跟他这个作为南洋乳业的有钱的外孙女，其实确实是那个郎才女貌，但是后来麻烦的部分是这个黄河娜就拉着这个朴有天一起吸毒。所以后来两个人被整个一大坨人吸毒了，所以他们就被判了1年，是在2019年。所以2019年之后，就黄河娜就臭掉了名声。2020年还继续吸毒，而且被判刑。所以呢，他在这个地方上上下下已经就是名声很臭，就是吸毒女。但是他在2023年又因为安非他命
之后，他就逃走了，在当时逃了2年哦，他是逃到泰国之后，从泰国非法进到柬埔寨，所以他这次是在金边的机场，不知道他到哪里，他当然不可能回韩国，他因为已经被通缉了，而且他因为刚刚讲从泰国到柬埔寨这个非法的入境，所以他才会被国际刑警用红色通缉令，等于是非常严重的，在机场身份一暴露，马上就把他抓起来，所以当然也在这个时间点当中，就因为这个女生的韩国蛮有知名度的争议女星的这个身份，所以现在延伸出，因为这2年她躲在柬埔寨干嘛？就传出她就在金边的这个炸园区，到很多，当然现在说她这个性交易啊，说她怎么又在操作这个所谓这个诈骗，我认为其实不见得，很多网络上韩国都很多乱说一通，但她的这个身份，她确实躲在金边。确实，现在初步说是他就躲在这个诈骗集团区里头，因为才能隐瞒他的身份。所以这就使得现在大家从原先泰检的这个部分的战争当中延伸开来。当我们知道在这次泰检当中，待会2位将军会分别提到了后面其实中国介入的这个整个过程，中国还是要停火了哈，因为对中国还是卷入他们武器的关系。但不得不说，这一次的泰检战争，因为大家才可能发现，柬埔寨早年10几年来配合中国在打仗。状似是模范生，可是现在事实看起来并没有。而且我们现在看到美国查的这个陈志，跟台湾也都这个集团，陈志就是跟洪森家族紧扣非常深的。对，所以现在到底这个泰国的这个诈骗集团，是不是一如过去在缅甸一样，就跟最高层的关系，甚至跟洪森家族有关？虽然还没有这么直率的披露，但是各方显示大概都是有关系。所以当大家看黄河难，这个富豪女也可以安然的躲在诈骗集团那里，直到这次在机场被抓到。所以呢，富豪们或诈骗集团们始终还是在柬埔寨的温床之下继续成长。我想现在大家怀疑越来越多了，也在这次的泰检的这个战争当中，大家看起来泰国配合中国打仗，可是柬埔寨看起来好像里外并不见得真正的配合。是好，所以我们看到这一个本来很单纯的泰柬边境的战争，现在也涉及到打诈。那泰国说是配合中国大陆，但是现在看起来呢，能够打诈还有打这个柬埔寨的能力还是非常有限的。现在说能够打到的也只有达到泰柬的边境这边，越南跟辽国这边的诈骗园区，他们其实是碰不到的，也不敢碰，因为这当中还是有涉及到非常多的富豪跟权贵的利益。那倒是中国大陆这次出手了，公安部直接找了这个缅甸跟泰国，在缅甸的妙瓦底展开一个全面的清剿，有哪一些成绩单来看到这个画面上？包括第一个 ，KK 园区494栋的建筑全部铲平，亚太新城也铲除了952名中国籍电诈犯，直接就押回中国大陆去了。今年累计7600多人也被送回中国，连地皮都不会帮他留下来了。中国大陆此刻出手泰柬冲突，目的真的是为了打诈吗？那北京有办法真的吗？逼洪森家族跟电诈黑金产业做出一个完全的切割吗？张将军怎么解读？我认为这个边境冲突变成打诈冲突了。我认为是要以打诈作为出兵用兵的合法性，战争的合法性，那就是要拿这个轰炸的合法性。你可能打到那个老百姓啊，但是问题是我是来打诈。如果真正的泰国要真正的打诈，他应该往西边打缅甸啊，缅甸 KK 园区那个诈骗集团才多嘞，他为什么是打柬埔寨？我认为边境冲突，他为了这个合法性，他为了轰炸的理由，他就说那个是诈骗集团，让这个柬埔寨啊没有办法来说。我们确实也有诈骗集团，但是诈骗集团那不是要靠真正的轰炸机来炸吗？我认为倒不是，是执法的问题，而不是战争的问题。所以这个泰国为了转移的焦点、转移目标，他就为这方面的理由。我认为要打诈没那么简单。第一个，现在诈骗集团是官商勾结。那为什么打诈的时候，为什么没有炸到这些诈骗集团的首脑？早就通报进去了，要来打了，要来打，那就是闻风而逃，闻风而散了，化整为零，先跑了，是这样子啦。因为官商勾结，你没办法打诈，打诈层出不穷的。为什么？大家坐地分赃，对不对？你拿一半，那个政府拿，官员拿一半，每一个人大家荷包满满的，看到钱这个花溜溜的钱钞票，谁不喜欢？所以官商勾结是没有办法的。你真的要打诈，他会化整为零，转移阵地啊，对不对？你像现在中国大陆把那 KK 园区给炸了、轰掉了，
你说那个打炸了，诈骗集团人有损失惨重吗？早就跑了，人去楼空了，炸了只是一个硬体的空壳子而已。感觉到好像打炸辉煌，人真的是人不是建筑。因为人才会诈骗，你那个房子会诈骗吗？那不会嘛，房子它就是房子嘛，那人早就跑掉了，你炸个空壳子，然后感觉到好像有招待可以做宣传。你看我打炸了，人这个楼都整个化为废墟了，变成夷为平地了，不是？早就通风报信，早鸟兽散了，早就打带跑。就是这样转移阵地了。将来我认为这个电诈型的，它为什么叫电诈？跨国电诈，它可以跨境的。它今天可以在这个地方，可以在甲地，明天的话可以跑到乙地去了。它是整个的，它是流动性的，不是固定性的。你流动性的，它这种打带跑，你要真正的要去抓它，还没那么简单呢。所以为什么好像这个电诈为什么在嚣张？大家都政府好像很努力，但是问题是事倍功半，好像效果有限啊。因为它打带跑，你以为电诈那么的笨吗？早就消息灵通。我认为他考虑比政府的消息还灵通，早就跑掉了。那这样的话，能不能斩草除根？我认为没办法斩草除根。他转移阵地之后，又这个固态复萌，又开始电诈了，只是另起炉灶，转移焦点了而已。所以我认为没有办法根除。是，那将军又怎么看呢？我们看到整个东南亚可以说这个黑跟毒还有赌等于乱成一团。那中间来讲，难道只有这些非法的分子吗？我觉得很多这个包括柬埔寨、包括缅甸的官员，甚至于敏昂莱或者是洪森都很难逃脱出这方面的指控了那我们现在看到几个地名，包括到妙瓦底KK 园区这边亚太新城。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可能大家时间久有点忘记了，缅北地区也是一个诈骗集团。所以你看到整个缅甸这个柬埔寨几乎都是诈骗集团的这种乐园，在这个地方。那这次我觉得中国出手这一次事情那除了说是表面上面他放手让泰国去攻击这个缅甸攻击柬埔寨，去轰炸他的所有诈骗园区之外，我觉得这个中国来讲的话，也利用这次机会，要彻底将东南亚地区做一个整顿，将他们从所谓的诈骗还有贩毒的地区来讲，整顿成一个可以治理的一个地区所以这次我们大家不要忘了，当初泰国对这个柬埔寨发动攻击之前，有一件事情可能大家忽略了，就是太皇到中国去访问。为什么太皇到中国去访问？访问完之后，泰国就开始出兵打。我觉得泰国是跟中国打招呼了。有一句话叫做"打狗还看主人面"嘛，对不对？跟你主人先打个招呼，他出手打这个柬埔寨。因为泰国因为这个诈骗集团对他自己本身的观光旅游业也造成很大影响。所以我觉得这是中国，你看他从北边开始这个缅北集团他用的是地方武力，将这个缅北4大家族铲平掉。然后对于缅甸地区来讲的话，当然用外交的能力，然后逼着敏昂莱自己去把它灭掉，这是很明显的你说是表面动作还是怎么样？但最起码他已经做物理上的清除了，已经做外科手术式的割除了。然后对于这个柬埔寨来讲的话，他借着泰国叫泰国以这个肃清以这个边界冲突的理由事实上就实行这个攻击诈骗园区为实的一个攻击手段。当然，我觉得中国有它在东南亚地区的影响力，它必须逼着这个不管是柬埔寨的这种洪森，或者是这个缅甸的敏昂莱，必须要好好的将这次诈骗集团做一个肃清。因为我们知道，这整个诈骗集团它已经形成一个产业链形成一个供应链，不是一个国家的问题，也不是一个诈骗集团的问题。我们看到电话可能在这诈骗园区打出来，这个诈骗电话可能由诈骗园区打出来，但是它的伺服器可能是在另外第3个国家包括美国的星链也参与其中，网络链是星链计划，那它的金融体系可能是用泰国的银行，旅游业是从泰国进出的，人员这些人员进出是从泰国进出的。但是有一个共同的，就是受害的都是中国人。对，所以我觉得中国来讲，他之所以受害，他必须利用这次的机会彻底的好好的将东南亚这些诈骗园区，甚至于这个贩毒的集团好好做一个清理，然后将来中国自己才不会说是被这些国家人民受到这些荼毒，受到他们的迫害，然后将自己辛苦的积蓄的钱都被诈骗集团骗光了。好，接下来赶快来看到是缅甸狂轰的 KK 园区，现在被夷平那为什么会这样？因为背后北京有这个警告
有关于 KK 园区的发展。那么另外一方面，700亿美元的诈骗帝国，真的缅甸的这个国民军舍得砍下去吗？今天我们都会一起的来做观察。而这个是来自于缅甸的最新消息，军方跟边防卫队联手炸毁了一栋，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画面上非常多的白烟。这个是妙瓦底这边的一个经济特区，一栋12层楼高的大楼就这样子冒出了白烟，把它炸毁了。那浓烟是直冲天际，震撼了整个泰缅在这边的一个边境地区。军政府是说，我们现在要展示打击跨国诈骗的决心，但是外界也不太买单，因为他们觉得说，缅甸你这个军政府过去几年一直偷偷的默许这个诈骗集团来做经营，而且还被爆出你跟 KK 园区是有抽分红的，那所以你这些动作是不是都只是作秀呢？甚至《卫报》也这边做了一个报道，他认为说这些作秀其实都只是做给中国大陆看的。《纽约时报》也这样说分析他说缅甸的扫荡式这种演练式的突袭，只是炸毁了他们的废楼而已，根本伤不动他的核心利益啊。节目一开始请教赖老师怎么看呢？这个缅甸到底是打真的还是假的？为什么只有大陆施压，缅甸才会真的动起来？但是真的敢动吗？动了他们的黑金，最赚钱的毒瘤。赖老师怎么看？这很明显是打假，大家都知道，一看就知道是打假的。就好像上次去妙瓦底抄底的时候也是抄假的。为什么？因为你最重要是你要先断金流嘛。像美国他的做法就很有趣了，他用骇客进去，直接把你的钱拿光，把你的比特币拿光。那现在这个比特币，中国大陆在跟他追讨为什么？因为受害者大部分是中国大陆的民众所以很明显的就是说你要有够狠的手段。也就是说，我们都知道有一些人是被胁迫进去的，但有一些人他不是被胁迫，他是本身就是主谋从犯，所以应该分成2种人，有主谋从犯，也有被胁迫的。可是他是一个诈骗集团。那对缅甸的军政府来说的话，这个诈骗集团很好用因为他从中比他种鸦片还好，还方便。为什么？你种鸦片，你卖毒品，你还要提炼，你还要想办法把它卖出去，卖出去你可能还会遭受到攻击，而且还有很多的风险。好，可是诈骗集团我直接抽成。这个对于这些军阀来说的话，对这些地方政府来说，这个腐败的来源，让他能够养他的军队，让他的政府能够运转，让他的军阀能够过得好日子，他何乐而不为？所以他当然对于这个诈骗集团视同是他的金鸡母嘛。可是问题是，这个诈骗集团害了多少人？对。那他现在已经扩大从中国大陆，过去是伤害我们台湾人嘛，然后现在不但是伤害大陆人，现在日本人、韩国人，现在连欧洲人、美国人都受伤害了。他的往外扩散的情况越来越大。那您提到了，也就是说，为什么只有中国大陆有办法？就是我是先外交通知你，我再知会你，再召会你，你不理的话，那我就自己动手了。而中国大陆确实有能力动手中国大陆要真的要处理的话，你看上次湄公河的命案，中国大陆就直接处理，就最后把这个犯罪集团就整个窝都端了嘛，然后直接人就押回中国大陆，就直接审判完就枪毙了。那这是什么？因为大陆他知道我今天是礼貌性，我召会你，外交召会你，尊重你。可是你如果真的不处理，你变成由你这个政府来养一个犯罪集团，伤害我的人民，我没办法接受了。那一旦没办法接受，那当然坦白说，在整个世界上，在缅甸旁边最强大的国家就是中国嘛。中国大陆当然有能力去处理。我现在问题是在于说，缅甸这个军政府，如果他不恢复他的好的政治秩序，他不恢复他的社会秩序，不恢复他的法律秩序。你想犯罪集团都窝在那个地方，那这个还得了这个伤害多少人坦白说，我觉得这些诈骗集团是真的是应该要严刑峻法，要他来好好的来处理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缅甸军政府这一次的轰炸被视为是一个假戏，那这个假戏到底还会做多久呢？什么时候才会恢复一个政府该有的运作方式？那主要原因就是其实他们早就已经建构一条黑金产业链，对他们来说真的利益是非常非常巨大的。现在根据整个地图打开来，可以看到整个跨越到湄公河的巨型黑金链都被缅甸给完整的给建立起来。那全球诈骗产值现在
根据资料显示，有700亿美元，主要都是来自于这个东南亚国家。那光是湄公河流域这边的诈骗年产值更是440亿美元，这么高的一个金额，占地区 GDP 竟然是高达40%了。缅甸的政府每年光是从水沟谷吸金，竟然高达了1.92亿美元，他们真的舍得拔掉这么高等级的摇钱树吗？委员怎么看？没有办法，缅甸如果没有被外来统治，改变不了这个局面。我们先从它被英国殖民的时候，英国为了要控制大多数人口，就是缅甸族，去培养很多的少数民族的地方武装，借着少数民族地方武装来钳制最大的民族缅甸族，所以这先天性会造成缅甸族最大的族群跟其他少数民族的仇恨跟互相不相信。那接下来，后来为了要缅甸独立之后，为了要去反过来这样的一个结构性的问题，缅甸军方就在整个政府里面就突出了，就说缅甸人民相信只有缅甸军方能够钳制少数民族的武力。因为一直都有冲突嘛，对，所以少数民族，所以军方就取得，那军方会取得财政，军方就直接控制了所有的国营事业，几乎都是军方设立的，所以等于是军方已经控制了国家了。那再加上缅甸的民选的政府，一个比一个弱，一个比一个逊色。虽然有个民主国家的模样，可是就是不知道什么发生什么事，就是非常的弱啊。那所以跟军政府之间军政府也不肯放权啊，这个问题就一直弄下去。最后什么？缅甸中央政府非常的脆弱，然后地方武装为了对抗中央政府，而且是缅甸有130几个民族，有数十个地方的这些民族的武装力量，什么善邦、克伦邦、克也邦，什么一大堆的。所以结果大家都要养军队，养军队以缅甸的整个全国的 GDP 是650亿耶，不到台湾的1/10，那人均总是650亿，人均平均是1200块美金啊，所以表示要活下去，只有 GDP 账上没有的非法的地下经济才活得下去嘛。那非法经济是什么？就贩毒啊。那后来被台湾人发明的电信诈骗，传给中国大陆人，中国大陆人发扬光大，台湾黑帮跟中国黑帮都跑到缅甸去设，然后跟军政府跟地方武装力量等军阀割据，互相分任。那毒品也一样啊，缅甸的这些毒品的种植的农民其实大部分被这些地方势力拿走了，一般的农民都赚不到什么钱。所以这个问题，你说诈骗园区炸那栋大楼能够结束，那是炸给你看，我同意这个来说炸给你看，给中国做交代啊。中国很无可奈何，中国又不能直接派兵去，对不对？又不能去殖民统治这个缅甸，所以这个问题只能拖下去，短期内根本找不到任何解放。好，所以缅甸现在看起来靠2个重要为生啊，就是诈骗，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刚刚委员帮我们特别提到的毒品。那我们就来看到，那现在到底毒品在当地是有多猖獗？因为这是最新，同样是来自于联合国的最新报告，说今年缅甸光是它的这个罂粟的种植面积啊，暴增幅度快要20%，达到17%。其中几个重要的地区，我们来看到罂粟种植年增幅，刚刚提了嘛，17%。那东部的善邦这些少数民族暴增32%，青邦26%，那南善邦就有44%。总的来说，北部大概种植面积552公顷，已经成为缅甸真正的经济命脉，怎么办？李将军怎么看？我觉得这一场大楼被炸掉真的是一个诈骗集团在演一场诈骗的戏给全世界看，不就是如此吗？对。那我们要知道，所谓泰缅边界一直长期以来都是一种无政府状态。那刚开始这边的这种老百姓，他为了要生活他这个不去从事正当的农业生产，他用种这个罂粟花是最快的方式。那种了这个罂粟花来讲的话，制造这种毒品，它当然需要有武力来保护他们，所以他们卖了钱以后就去养军队。
那这些军队就变成地方武装组织。那你说这个政府军为什么不去剿灭他们？因为政府军后来也参与他们的一份子。当我没办法消灭你之后，我就跟你一起共生共荣，一起生活在一起。那为什么我讲这个话呢？大家看一下，我们光讲缅甸现在军政府叫敏昂莱哈。他派了一个这种在这个妙瓦底这边的这个叫做边防司令的哈，叫索奇都的，我们之前在这个节目也讨论过哈。那索奇都事实上他不是军人出身，他也是这个地方的商人出身哈。但是因为他掌控这个地方，他太太跟他的小孩各分配诈骗集团的这种等于说 CEO 啦，有的是当这个公司的 CEO， 有的是当这个地方的警察或者是地方武力组织。那索奇都他每年赚的钱，他会贡献一半给敏昂莱，那是不是形成一个利益共生体？所以大家讲生产链，我倒是认为说是一个产业链哈。大家看一下，我数给大家听。第一个，这个毒品哈，那有毒品有没有走私的人员？那第二个来讲的话，你诈骗集团有诈骗的人员，有诈骗人员一定有电信，一定有金融，一定有水电哈，一定形成一个集体的一个团队。那当然也有地方武装的势力。所以这个盘根错节，这个严重之深，不是我们一般人可以想象中的。缅甸 KK 园区最近的事情非常的多，尤其习近平现在正式的出手了，缅甸军方也获得在中国大陆的澳援之下，针对 KK 园区这边做了一个大扫荡，被炸成了焦土这个园区，另外还有千人大逃亡，甚至跳河溺毙，血染边境。我们今天会来揭秘的是妙瓦底诈骗帝国的一个血腥黑幕，赶快来看到是最新的消息，也就是缅甸边境最长的这个黑暗炼狱妙瓦底 KK 园区，被视为是东南亚的诈骗帝国心脏，是人间炼狱哦。但是我们来看到这个帝国现在由于大陆出手的之下，缅甸军方有了中国大陆的强烈支持，我们看到它连续的4天对 KK 园区进行这一场猛烈的空袭跟爆破行动，园区的建筑直接被炸成毁为平地了。那么现场可以看到，包括呢大火吞噬建筑，还有爆炸声，整个震到了泰国的边境。那么建筑碎片甚至飞越河岸 ，KK 园区现在变成了一个废墟。在爆炸之后看到的现场状况，就是有数千名诈骗集团成员，他们开始大逃亡，逃到哪里呢？有的人甚至是骑着摩托车啊、机车徒步逃窜，宛如是这个战乱的难民潮。我们先来看一下现场的最新画面。好，这个逃亡潮是在缅甸的军政府在做炸破之后发生的事情。那也有人是直接逃命跳进这个边境的河，叫做莫伊河，却再也没有上岸。就在这个莫伊河，上千人跳河哦，造成了溺毙失踪，更是血流成河。泰国这边做了一个正式的统计，在这一次的逃亡当中，有400多人是印度人，另外还有菲律宾跟中国人都被抓到了。干哥怎么看？为什么缅甸的军方这一次突然间开战式的清剿？到底现场状况有多危急？要我说实话哈，缅甸军政府你最好做一次真的，不要用这种方式啊来进行无谓的人命牺牲。为什么？你用炮击是什么意思？你今天要对付的究竟是谁？你现在你的目标应该是克伦民族联盟嘛，对不对？因为妙瓦底园区的这些诈骗中心都是克伦民族联盟在支撑的嘛，都是军阀在这个就说保护他们。为什么？因为没有他们的话，你们的经济也弄不起来。这是我今天必须要说一句实在话，习主席你一定要支持到底，就是说对于妙瓦底的这些 KK 园区的这些诈骗园区，你一定要就说尽全力，因为中国的确，当然在国际上面他们是不能够承认什么，可是真的中国军方是支持了缅甸军方来进行这次的扫荡。大家刚刚看到画面，其实在画面之前已经通知了泰国，我跟你讲，我现在要炮击我们这个泰缅边界的这个园区啊，然后请你们的村民注意。然后其实 KK 自己本身也知道，但他不知道缅甸军方是出手这么重，真的开炮了，而且用了什么？既然我说句实在话，缅甸空军能不能载炸弹都是一个问题，因为他们没有这种飞机。
结果这次真的有一架飞机就载了2颗500磅的炸弹丢下来，所以大家看到那个画面吓一跳。为什么？因为他们空军很弱，结果他们今天空军真的载了炸弹了，那是老式的美国炸弹，真的丢到园区，不过人已经都撤光了，那开始逃亡，大家就很惊恐。结果有3个人在河里面溺毙。你现在看到这个东西，观察家直接讲，有30个 KK 园区，要不要通通都消灭？200名菲律宾人。快200名中国人，400多名印度人，这是你看到的账面。你知道总共有多少人？2000人，2000人来自21个国家。这21个国家代表他们要对自己的国家进行诈骗，所以逃命的有2000人。那你还有更多的人在里面，为什么？因为有一部分是划作安全区了，没有在军政府的剿灭范围之内。这一切都是为了26号到28号的东协高峰会所做的样板，所做的门面给大家看，我有做了，做给你们看。在中国的协助之下，还出动了无人机。无人机这一次中国最大的收获是在当地看到自己的无人机怎么样发挥升空攻击以及侦察的能力。这在下一次的战争之中会变成中国非常大的资产跟它的策略运用。我觉得这一部分这一方面，对于这次的突袭的来讲的话，可能中国是最有收获的。可以看到说，我们下次怎么样用无人机来进攻，对于大规模的这个范围的这个扫荡是有意义而有用处的。所以在这个底下，我真的很希望说 ，KK 园区它就算是暂时被消灭，它会不会死灰复燃？会，因为没有改变的是缅甸军政府的态度，以及它危害全世界经济体系的这个原来的那个样态是不会改变的。这就是我的观察。好，所以这一个军政府这一次的大动作，或许是演一场戏。那接下来会不会死灰复燃？因为刚刚讲了嘛，这一些诈骗园区的人逃出来数千人哦，他们可能逃到泰国，那也有可能逃到不管是柬埔寨或者是辽国等等。接下来他们会做什么样的行为？等一下请大使来持续带我们看。另一方面，刚刚讲了，这背后缅甸之所以这次可以这么的成功的重要。工程就是因为北京在后面出手，他们提供了包括了数千架的无人机进行侦查跟做打击。那当然了，中国的目的就是要保护来自于中国大陆的百姓，避免这些跨境犯罪的毒瘤。那刚刚也说了嘛，这个连炸弹都下去了，看得出来这一次大陆是出了一个重手。大使又怎么看？对，事实上，中国大陆是下定决心要把这些境外的诈骗集团把它彻底消灭。因为是境外的，所以就比较困难一点。本来我们前2年都在谈那个果敢地区的4大家族那现在这个4大家族，我看最近不但老早全部绳之以法，而且全部在法院都已经判刑了都是死刑。什么沈家、什么明家、什么刘家这些第2代都判死刑了所以果敢地方就解决了。可是缅甸还有2块地方这 KK 园区只是还剩下2块中间的1块，另外还有就在金三角，听说也是一样。那为什么都在这样？这都是3不管。缅甸政府它的力量也到不了，然后呢，外面又有泰国，又有很多其他的国家在这边那这个妙瓦底，其实我去过，我现在想起来，我年轻的时候去过。他那个时候我们在泰国服务的时候，有时候一想到缅甸去看看他说那你到妹塞。叫妹塞是一个跟这个缅甸边界的，那个时候边界你就随便走过去了，所以我还进过缅甸。后来想起来就是现在妙瓦底，这是 KK 园区。那现在泰国政府事实上也已经跟这个 KK 园区把它划分了就是说划清界限。为什么泰国会有一点点瓜葛我觉得最主要克伦基本上在这边是主要民主，他是一个叛军，所以缅甸军队也进不进来。那他事实上的话，你知道泰国跟缅甸关系也不是那么和睦，传统以来就不和睦，所以就给了这个克伦族一个怎么样，一个生存的空间。那克伦族说实话本来应该是怎么样就是说勉强能够生存，可是这些各地的这种诈骗集团偷子把它带大批的财源，所以克伦族变成他们的怎么讲，变成他们的这个怎么样守护神。可是问题，克伦也没有那个力量对付真正的缅甸的这个政府军，所以呢，克伦可能某种程度上也去找缅甸政府军做后台，所以这一个东西能够
诈骗集团能够在缅甸这样，你可以说它也是一种某种程度国营企业的一种分支啊，那就变成就跟英国人以前不是也干这种事？英国人以前种鸦片啊，对不对？跟这些国际到全世界贩毒国家干这种坏事的英国人就是所以这个历史上他也洗不清的。那你现在缅甸军方要凑点钱，那这些人日进斗金，大家都有钱。不过我觉得就是在中国大陆强大的压力下，缅甸政府也不得不采取一些行动了。可是你不要忘记这些都是不断的窜逃的。他今天跑到 KK 园，跑到这个妙瓦底，还有在金三角，还有一个地方也很严重的，叫柬埔寨。柬埔寨这个，你看我们很多台湾的年轻人被骗到柬埔寨，弄不好就怎么样，连这个内脏都被人家取了，然后呢被打得遍体鳞伤。所以这个国家纵容的或者国家参与的这种国际犯罪事实上话不只是缅甸那不过最近我觉得缅甸为什么压力比较大？因为我发觉美国也开始受害，美国说他们调查一年有被骗，老百姓被骗了100亿美元。所以前一阵子就有个传言，就是说美国国会开会，然后叫什么？叫这个星链计划，马斯克星链计划切断他在 KK 园区的给予他们的这种星链的这种服务。因为今年年初的时候，因为中国大陆施压泰国已经对 KK 园区断水断电，尤其对于他们的这个网络给它切断了。那网络切断以后，它要靠什么？它要靠星链，就跟那个在乌克兰的那个乌军一样，没错，它没有 Internet， 它就靠星链。对。那美国现在也切它的星链。那美国会切星链的话，美国事实上也会发觉他老百姓的受害者，所以呢，美国应该也出手了。那现在这些诈骗的这些中国大陆骗还不够，泰国本身也受害，日本也受害，韩国也受害，所以我觉得这些诈骗集团最后就自取灭亡了，它变成世界的公敌的时候，它就活不下去了。是。以前在这个金三角早年的时候，这个吸鸦片是公开的，可是当各国受到这个海洛因的毒害以后，大家一起说海洛因要把它去掉的时候，海洛因就没有地方生存。那现在这种诈骗集团中国大陆受害，美国也受害，泰国也受害日本也受害，韩国也受害的情况之下，它的生存的空间就会越来越少。那么它从 KK 再窜逃到别的地方困难就越来越多了。是，好，这个跨国的犯罪组织涉及到非常的多的国家，那当然了，背后也会有一些黑帮的势力。现在我们要来看到是这个华人在这背后当作黑帮的主导，他们透过的是虚拟货币的交易、人口贩卖，还有奴役劳工，形成了一个庞大的一个诈骗的犯罪集团。那从太子集团惩治，一直到帕劳诈团，到包括了崩牙驹等等的势力，形成了现在在东南亚各个角落。尚志哥怎么看？我们现在看诈骗集团，传统以来它还是有一个这个土生土长的模式。在这个模式当中，黑帮的可能性最高，我想推论都可以推得到，历史上都是这样子。但它原始的长成是透过官商勾结。那官商勾结从原来小地方的，比如说小的军警的这个茶器的勾结，到慢慢越扩越大。我想这个部分无论在柬埔寨，包括在缅甸都看得到，因为它最后越勾结到中央。为什么这样讲呢？坦白讲，你说真的，诈骗不好打吗？如同刚刚大所提到的，你如果把电力、水电断了，如果你把网络断了，乃至于你把金融转汇这个途径断了，其实就断了吧。我想以中国大陆在查气也都是顺藤摸瓜，因为过去没有经验，他们也查了这个诈骗集团从打柬埔寨到打缅甸打了10多年，在中国大陆摸索过程里头，其实先前掌握一个曾经在大概第3年掌握的关键什么呢？就是把诈骗集团，因为他们赚了钱要汇回来给自己家乡的父老跟太太嘛，所以当他们把这个汇款的这个地方控制住的时候，就发现能够顺藤摸瓜，可以逮到这些诈骗的人。所以我们刚刚讲这3个途径，如果你要做，你说现在真的要来用轰炸的方式吗？轰炸真的就是表演啦。如果你存心要断掉这种网络，包括电力跟汇款，那我认为现在最大的关键真的是汇款。